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昨天晚间美股出现了0.19%的下跌，我们看到这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首根实体阴线。那这根阴线出现前后呢，我就给出了一个提示，就是美股道指从反弹到反转的过程当中，已经经历了完整的2轮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并且这2轮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呢，通过合并 K 线可以看成是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那周线级别上涨到达唐僧阳线的这个位置上之后，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就有容易出现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调整的一个需求。那么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的首根实体阴线已经出现，日线级别上的首根实体阴线也走了出来。那么行情从单边的上涨进入到了调整和震荡的区间上来。那么美股冲高回落，必然会引发比特币出现大幅的震荡，并且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到比特币处在一个相当的高点让我们非常惊讶的高点。那这个高点出现之后呢，我们看到周线级别上同步美股走出一轮周线上涨西游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悟空阳线。那么这里的这个新的悟空阳线就是特别的超级的上涨。那超级上涨过程当中必然会引发回调动作，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新的悟空阳线刚好抵达了我们的筹码密集区。那这个筹码密集区呢，是由21年5月到22年4月长达1年的一个筹码密集区。到达筹码密集区之后，开始了从今天下午开始的一个调整动作。然后呢，我们把时间级别调下来，在4小时级别上刚刚发生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悟空阴线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下跌阴线，是有别于上涨趋势和震荡趋势的一个4小时级别的实体阴线。我们刚才看到了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多出来一个悟空阳线，但是这轮行情还没有正经的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调整，因此呢，本轮行情出现标志性的悟空阴线之后，注意看这里是4小时级别的标志性的悟空阴线之后，容易进行进一步的回踩动作。那回踩的目标点位呢，就是前面行情当中在4小时级别上形成的一个平台区，这个目标点位呢是在41500美金。同时呢，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调到小日线级别，可以看到小日线级别已经走出了小日线级别的一组悟空阴线组、8阶阴线、沙僧阴线，目前走在沙僧阴线上，所以呢，小日线级别下跌西游未来有可能成长为4小时级别的下跌西游。我们首先要看41500美金，这里也是小时线级别1440均线附近形成的一个支撑，也是前面行情当中震荡过程当中形成的一个平台期这是一个空头所在的一个目标位。那么我更多的认为是容易在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它的调整过程如果能够经历日线级别下跌西游，那是最好的，那是一个牛市行情应该走出来的节奏在几年前上一轮牛市过程当中23年的牛市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调整动作。它的调整动作呢，是由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4小时级别调整，然后再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再次调整它的调整节奏是日线上涨西游4小时级别调整或者是周线级别上涨西游。我们看到这里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然后做日线级别的调整。总而言之呢，一轮上涨需要有一些结构性的变化在这里面。所以呢，目前处在44000美金高点附近的比特币存在调整的预期这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多次给出的一个预期这个调整的预期。包括我的社区在内所有的人都在看的一个币种就是 ORDI。我们在前天晚间会员群频道和读者群频道给出了 ORDI 它完成了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要快速调整，然后我们在昨天凌晨看到这轮调整出现了一个快速下杀，调整幅度达到了巨大的36%。然后呢，在今天凌晨行情当中出现了一个反弹。那这里呢，我们在4小时级别上和小时线级别上就看到了一个左低右高的一个短期内的双顶结构。那这个短期内双顶结构呢是非常容易出现的。超级主力最爱的玩法就是左低右高形成一个双顶，右多然后
斩杀多头，然后下杀回来之后回踩一下，然后再度上行。那么 ORDI 呢，刚好符合这个逻辑。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在这里面的一个应用啊，就是在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大概率会出现调整，调整的时间级别是小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那在小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啊，悟空阴线、8节阴线组、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出现了小线级别调整，然后回补多头方向和空头方向的一个筹码空缺区啊，这里回补之后，我们认为啊，大概率可能会回踩小线144、169啊，这个位置大概是在昨天是在37，所以呢，昨天我提示37可以抄底，那么今天走到了一个43美金，这个位置不是绝对精确啊，在这个位置附近就可以进行一个抄底的动作。那么后面的行情当中呢，我认为 ORDI 呢还可能会出现一定的涨幅。那么怎么看出来的呢？因为是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啊 ，ORDI 它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币种，那么它的完整的 K 线呢，我们可以在这个支撑开门啊 Gate 上看到。那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周线级别走出悟空阳线、8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之后，本周的行情它走出了一个新的悟空阳线。这个悟空阳线的开盘价位置在37美金附近，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一个小线级别昨天的一个回踩的可能的一个目标位。那么到达这里之后啊，如果这个悟空阳线仍然能够存活下去的话，那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新的悟空阳线存活的情况下，上方可能会走出一轮新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游，这也是一个牛市当中强势币种应该会走的一些节奏。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昨天推特上非常乱七八糟的消息干扰了啊，先是干扰了说这个 ORDI 可能会消失，铭文可能会消失，因为比特币的网络可能会升级，后来这个又被辟谣了，反复发的这个消息呢都是同一个人，所以呢，在牛市行情当中并不缺少利好，也并不缺少利空，这些利好和利空呢都会在短时间内干扰我们对多空的一个判断，所以呢，我们还是按我们的原有节奏，就是根据 K 线西游战法的这个节奏，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做小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调整，然后震荡形成收敛三角形，然后再继续上攻，这个节奏呢是比较符合逻辑的，也是很多强势币种要走的一个节奏啊，所以呢，我们目前还是按这个节奏来看啊。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 ORDI 在前面的1个月的时间里面，它的上涨模型就是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经历调整收敛三角形，接近近焦点附近之后发动突破。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当中，我认为 ORDI 在高位在比特币调整的过程当中，也容易走出这样的一个节奏啊。所以呢，无论有没有筹码，在震荡过程当中，一旦看到4小时级别到小线级别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形成收敛三角形，就是一个可以逐渐进场分仓进场的一个机会和节点。那很多小伙伴们啊都不认可在牛市当中跑量化，认为比特币的涨幅会远远大于我们量化所能带给的收益。但是呢，恰恰是因为牛市在高位，无论是比特币、以太坊还是山寨币，都会发生快速的大幅的波动，甚至有一些土狗铭文币种，比如说我们昨天看到的 PEPED、DRC 那这种币种呢，甚至在高位下跌幅度超过50%。那散户朋友在刚刚入场这个圈子以后，很难拿住这种巨大波动幅度的一些币种，所以呢，在高位的巨幅震荡往往会给你带来很大的损失。那我们的这个模型这个模型呢，在多头当中能获利，在震荡行情当中能获利，在下跌反弹当中能获利。但是呢，我们的最大的优点这个量化结构最大的优点是在下跌反弹过程当中能够获得最大利润。它的获利的最大优势不在于单边上涨，也不在于震荡，而是下跌反弹。而当前行情当中最多的牛市行情当中最多的一个姿态就是下跌反弹。我们看到最近无论是怎样上涨，它的一个下跌反弹都能够带给我们丰厚的利润所以呢，我们这个模型呢，几乎在这轮牛市当中是非常成功的。那很多刚进场的朋友，他的一个月化我们看到都超过了20%超过了20%。那平均的月化呢，也有15%左右。那么我们看到数据有很多年化是在100%以下的，原因是它有一些复投有一些加仓在这里面。所以呢，我们看到起跑时间更多的偏向于最近一段时间，但是我们也有就是8月29号开始跑了4个月的一些账号这些账号呢，我们看到是平均在180%以上。年化在180%以上，基本上月化能够达到15%左右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量化策略带给我们的一个回报的一个数据。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